你是不是也想过做一个不露脸的 YouTube 频道，但是打开空白的文件那一刻，完全不知道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不是你不够聪明，是没有人把整套的系统摊开给你看过。这支影片我会把定位、素材、脚本、上传节奏4个步骤一次拆给你看，看完你今天就能够动手做出第一支不露脸的 YouTube 影片。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领取。不露脸的频道听起来很吸引人，不用对着镜头，不用管形象，不用担心被认出来。但是真的要动手做的时候，问题全跑出来了。要做什么主题，画面从哪里来，脚本怎么写才能够留住观众，多久更新一次才够？你上网查了一堆教学，每个人讲的角度都不一样，看完反而更乱了。于是这个频道永远停在了我想做的阶段，没有变成我在做。老实说，这件事情不需要天分，也不需要露脸的勇气，它需要的是一套顺序对的系统。今天我就把这套系统拆解给你看，从定位到上传4个步骤。首先第一步，很多人一开始就想我要拍什么影片，这个顺序是错的。你要先想的是这个频道要服务谁。不露脸的频道最适合的内容类型是那种重点在资讯本身，不靠个人魅力撑场的内容，知识型的解说、清单式的整理、故事性的叙述，或者是常青的主题。这些内容观众在乎的是这个资讯有没有用，不是这个人有没有魅力。具体一点讲，像是理财知识、历史故事、电影剧情解说、心理学小知识、职场干货、书籍摘要，这些主题都不需要你出镜，观众要的是内容本身，不是你的脸。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样，你不露脸就不能靠人设来吸引人，那你就要靠内容的本身的价值来吸引到人。定位越窄越清楚，演算法越容易判断你的频道属于谁，越快把你推荐给对的人。先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完全没有画面，只用文字，这个问题你讲不讲得清楚？讲得清楚，这个定位就是对的。定位定出来之后，别急着动手写脚本，先花10分钟用 vidIQ 抓几个相关的关键字，看搜索量还有竞争度，确认这个主题真的有人在找，不是自己觉得有料而已。那 vidIQ 的链接我会放到影片下方，你输入 Grayson30就能够获得30%的折扣。然后去看几个做同一个利基的频道，最近哪一支影片的观看数特别突出，你不是要抄他们的内容，你要去看懂观众在这个利基里面到底想要去看什么样的角度。定位好了，第二个问题就来了，画面从哪里来？这是不露脸的频道最大的卡点，没有之一。早期的做法，要么去到一些平台上面去找免费的素材，能用的画面是很有限的，撞骗率很高，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你用的跟他一样；要么就去买空拍机，买器材去拍摄空镜，成本高，时间也吃不消。对于刚起步的新手来说，门槛太高了。或者说你花一点钱去到付费的素材平台上面去购买素材，但是时间一长，影片一多，想要的素材就越多，开销也是越大的。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个新的解法，就是 Alice 平台上线了 Cdance 2.5，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生成画面。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 Alice 里面了，我可以选了这个 AI Toolkit， 然后这边有一个对话输入框，你可以在左下角呢，默认看到的就是 Image， 也就是呢，它能够让你去 AI 生成图片。那因为我们要去生成影片的话呢，我们就选择这个 Video， 然后在 AI 模型这边呢，我们可以选这个 Cdance 2.5， 然后再调整参数，比如说我们要去生成的是横屏、竖屏，还是其他规格的都可以选择，以及生成的画面要有多少秒，最高呢就是30秒。还有它的分辨率，它可以最高达到 720p 的分辨率，也可以呢同时去生成音频。那这边呢我就加入了提示词，那比如说呢我想要去做一个神话故事的不露脸的 YouTube 频道，那这边呢我就先加入了提示词了。那为了保证我的角色的一致性呢，我是可以给它参考图的，我可以选了这个 Start Frame，然后呢，我可以去上传一张图片，或者是我之前在 Alice 里面去生成的图片也是可以的。那我之前已经使用 Alice 来帮助我生成了一张图片，我可以选择它，然后呢就可以选择 Generate。那现在 Alice 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样一张画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呢，是跟我刚才给他上传的参考图的上面的人物呢是一样的，然后整体的画质还有细节呢都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还有配上声音，这样呢就非常适合于你去做不露脸频道。你可以靠 Alice CDS 2.5 来帮助你去生成你想要的画面，而且呢都是非常符合你的要求的。对于刚起步的新手来说，这件事情解决的不是有没有工具，是敢不敢多试。你可以丢最多50张的参考图，锁住同一个角色、同一个场景，让你的频道从第一支影片开始就有固定的视觉身份，不用等到第10支才慢慢摸索出风格。单次生成最长能够达到30秒，一次就是一个完整的镜头，不用东拼西凑。画面不满意可以直接重新生成，一直调到真的对了为止。这是在新手阶段特别重要的，因为你还在摸索自己的风格，需要的就是可以放心试错的空间。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我的专属链接去开始使用 Alice CDS 2.5， 还能够额外赠送给你2个月的试用期。这里还有一层新手很容易忽略的价值，你不露脸，观众没办法靠你的脸记住你的频道，那你的辨识度要靠什么撑起来呢？就是靠固定的角色、固定的场景、固定的色调，用50张参考图锁住同一个角色或者是同一个画面风格，从第一支影片里面就有一致的样子，缩图放上去，观众滑过去的时候会有一种这是同一个频道的熟悉感。这个熟悉感就是你在没有露脸的情况下唯一能够累积的品牌资产。画面这一关过了，你才有东西可以剪，频道才真的动得起来。有了画面，第3步就是脚本。不露脸频道的脚本跟一般口播最大的差别就是你没有表情和肢体语言帮你留人，全部的张力都要靠文字还有节奏去撑起来。新手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脚本写成介绍文，先自我介绍，再慢慢的铺陈，观众在前10秒就滑走了。正确的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丢一个问题或者是反差感，让观众心里冒出等等，然后呢再慢慢的去展开内容，短句为主，一句话讲完一个重点，不要塞太多的资讯在同一句里面，观众在不露脸频道里面是更容易分心的。你的节奏要帮助他们一直有理由的看下去。给你一个对比，方便你抓感觉。同样一支讲复利的影片，先自我介绍的开场是长这样的：大家好，今天我要跟你分享复利的观念。复利就是本金加上利息持续滚存的效果。这样的开场5秒内观众就滑走了。反过来写，开场变成你把1万块放进银行，10年后只多了1000多块。你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吗？同一个知识点，前者是在报告，后者是在勾住人往下看。脚本写完一段，自己念出声音检查一次，如果听起来像是在念公告，那么这段开场就需要重写。第4步也是最多人低估的一步，上传节奏。演算法在乎的是稳定的讯号，不是单支影片的完美程度。你发一支很精致的影片，然后消失2个礼拜，演算法对于你的判断会重新归零，反而是稳定但是不完美的更新更容易被演算法持续推荐。在新手阶段，我会建议先抓一个自己撑得住的频率，1周1支或者是2支都是可以的，重点是能不能连续的维持到8到10支。这段期间先别急着追求爆款，先让你频道的讯号稳定下来，演算法才会有足够的资料来判断你适合推荐给谁。但是我要讲清楚一件事情，工具和节奏解决的是产能，不是内容的本身。 YouTube 对于大量低努力没有叙事的 AI 内容审查只会变得越来越严。你如果只是把 AI 的画面堆在一起，没有观点，没有留人的逻辑，一样不会被推。前面讲的4个步骤，定位、素材、脚本、节奏，缺一不可。工具只是帮你把素材这一关的门槛降下来了，不是帮你直接跳过其他3步。还有2个新手最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就是音质。不露脸的频道全部都是靠声音来留住观众的，如果你的口播录的模糊有杂音，观众是会比看到画面粗糙的时候走得更
更快的，所以这个投资不能省。第二个就是立即跳来跳去，这个月做理财，下个月看别人做剧情解说红了，又换方向，定位一直换，演算法永远没有办法建立对你的判断，观众也记不住你是谁。回到最开始的那句话，定位要窄，而且要撑住。不露脸的频道能不能从0走到1？关键不在于你敢不敢露脸，是你有没有把这4个步骤照顺序的走完一次。那我的下一支影片，我要继续拆解上传这个动作的本身。你可能觉得你自己每一步都做对了，但是很多创作者卡住，问题就出现在了上传流程里面，有几个地方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直接决定了演算法愿不愿意推你。